协助乌克兰在乌境内拦截俄军空中目标，并计划再为乌克兰提供战斗机。波兰会在什么时候直接参与俄乌冲突？欧尔班突访俄罗斯，要与俄罗斯进行双边合作，匈牙利此举会造成什么影响？乌克兰展示新型护卫舰，兼顾防空反舰任务。P8反潜直升机火力升级，换装新型发动机，并装备新型传感器吊舱。精彩资讯即将开始。根据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7月8日访问波兰。泽连斯基在与波兰总理图斯克会晤时表示，双方签署了为期10年的安全保障协议。与此同时，波兰还将协助乌克兰在乌境内拦截俄军空中目标。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波兰在与乌克兰签署安全协议之后，举行了一场联合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泽连斯基表示，此次签署的协议规定，波兰需要制定一种机制，协助击落从乌克兰境内向波兰方向发射的俄军导弹与无人机。这一说法得到了图斯克的确认。图斯克表示，长期以来，北约成员国一直在寻求协助乌克兰应对俄军的导弹袭击，尤其是那些朝着北约成员国方向发射的导弹。从此前报道中得知，近几个月以来，泽连斯基一直希望北约能协助拦截俄军导弹，尤其是在4月份的时候，当时伊朗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导弹与无人机，英国与美国参与拦截。当时泽连斯基就表示，我们也希望北约这样做，这种行为是不会将北约拉下水的。如今终于有北约国家站出来，并首次讨论该提议。只不过，虽然协议规定波兰要参与拦截，但如何判断俄军导弹与无人机是否飞向波兰，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标准。目前只能取决于乌克兰提供的信息，毕竟导弹与无人机的飞行轨迹并非总是一条直线。另外，图斯克还表示，这种行动不应该只有波兰参与，下一步波兰将与其他北约盟友共同讨论这项提议。而在新闻发布会上，图斯克还承诺，只要乌克兰满足波兰一个条件，就可以将一支战机中队送给乌克兰，大约14架米格29战机。而波兰提出的条件就是，这些援助的米格29战机不会危及波兰上空的安全。除了以上这些，泽连斯基还得到了其他援助，比如乌克兰将在波兰的帮助下，在波兰境内组建、训练和装备一支由志愿者组成的乌克兰军队，协助培训乌克兰作战部队，同时还能让暂时居住在波兰和其他国家的乌克兰公民加入这支志愿军团。乌克兰与波兰还将展开国防工业方面的合作，包括建造联合武器，并加强在情报、信息安全、保护关键设施以及打击网络威胁等领域的合作。而在最后，波兰明确重申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与欧盟。显然，此次波兰签署的安全协议已经不只是某些合作了，而是准备主动参与俄乌冲突了。毕竟，波兰可是要帮助乌军拦截导弹。迄今为止，乌克兰已经与21个国家或组织签署了安全协议，包括英国、美国、法国以及丹麦等国。想必未来还将有更多的国家或组织参与其中。你们觉得呢？接下来是关于匈牙利的最新消息。根据媒体报道，在7月初，匈牙利总统前往俄罗斯与普京进行会谈。据路透社7月5日报道，匈牙利新闻办公室主任豪沃西对外表示，其总理欧尔班已于当天抵达莫斯科，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他们就双边合作与乌克兰局势等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普京向记者表示，俄方对欧尔班试图恢复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对话表示感谢，但认为乌克兰目前仍然不愿停止冲突。欧尔班则表示，他已经意识到俄乌双方的立场仍然相去甚远，看样子欧尔班突访俄罗斯的举动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不过，欧尔班也表示，自己的目的是打开直接沟通的渠道，且明显已经完成。此外，欧尔班还表示，在匈牙利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6个月时间里，他将继续致力于结束战争，并称匈牙利是与双方都有联系、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然而，在匈牙利7月1日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后，欧尔班的此次访俄行程引起了广泛质疑。尽管欧尔班表示不是以欧盟轮值主
主席国的身份访问也无济于事。有多名官员称其未获欧盟授权，并强调欧尔班仅能代表匈牙利立场，如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强调匈牙利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其不代表欧盟。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也表示，欧尔班访问莫斯科的行为不代表北约，他代表的是他自己的国家。欧盟其他成员国也已经开始集体谴责欧尔班，甚至一些成员国在考虑推动欧盟第7条，让匈牙利承担责任。在此之前，7月2日，欧尔班还突访基辅，希望泽连斯基能够重新考虑推进先停火再和谈的和平进程顺序，但遭到乌军拒绝，理由是俄军会借此恢复元气。而对于欧尔班5日访俄一事，乌克兰称此行未与乌方协调，并呼吁所有国家严格遵守没有乌克兰就没有关于乌克兰的协议这一原则。不过，相较于欧盟多成员国的谴责，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却对欧尔班的连续访问乌克兰和俄罗斯表示了钦佩，称若身体允许，也将一同前往。总之，就目前而言，更多欧洲国家选择谴责欧尔班，称其背弃欧盟价值观，是对乌克兰人民的侮辱。而从欧尔班的表态来看，其结束战争的行动仍不会停止。至于欧尔班访问俄罗斯会带来什么后果，火力军会持续关注。据路透社7月5日报道，乌海军中将奈日帕帕对外宣称，乌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舰队对塞瓦斯托波尔基地造成严重破坏，已经彻底重创俄海军黑海舰队。俄海军不得不把黑海舰队的主要船只从克里米亚转移到了新罗西斯克，一部分留在了亚速海。同一天，乌克兰海军公布了正在土耳其建造的多用途护卫舰伊万马泽帕统帅号进行海上测试的画面。据悉，伊万马泽帕统帅号的建造工作始于2021年4月，原计划2024年应交付于乌海军，但是由于俄乌战争的突然爆发，该护卫舰的交付被严重推迟。在武器方面，它配备有一门76毫米舰炮，一座35毫米机关炮，16单元垂直发射的米卡防空导弹，4到8枚乌克兰海王星反舰导弹，以及2座双联装鱼雷发射管。其中米卡导弹能够对付固定翼飞机、直升机、无人机等多种类目标，属于一种具有多目标拦截能力的近程防空导弹系统。而海王星导弹则是因击沉俄黑海舰队莫斯科号巡洋舰而一举成名。目前可以确认的是，只需要2枚海王星导弹就能够重创一艘5000吨级别的战舰。乌军对外宣称，此次海测主要是为了检查该护卫舰所有系统的运行情况。至于更多的细节信息，乌军并未透露。据多方媒体报道，美国为了增强海军实力，正在将波音公司的 P-8 反潜巡逻机与长距离反舰导弹进行整合。P-8 反潜巡逻机由美国成熟的波音737-800机体改造，它配备2台 CFM567B 型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最高时速可达900公里，能够最大额外挂载 5.5 吨战略物资，机翼可以布置鱼叉反舰导弹、贾斯姆导弹等武器，在特定条件下还能够充当轰炸机的角色。作为最先进的反潜机， P-8 装备有水上搜索雷达、海上监视雷达、磁探仪等设备，同时还配备了 Link 11、Link 16、Link 22等多种数据链，可以与海军、空军以及无人机进行数据交换，实现信息共享。由于现代海战对快速响应、精准打击和综合信息处理能力的要求更高了，这意味着 P-8 不仅要在复杂电磁环境中与舰队、无人机乃至卫星实现数据共享，还要具备发现并摧毁敌方潜艇的能力。美国海军表示，在预期的设想中，每架 P-8 可携带4枚长距离反舰导弹，这些导弹的射程超过360公里，足以应付超远距离的各种威胁。为了能够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波音公司还给 P-8 研发了一款外置传感器吊舱，计划下个月开始飞行测试，整体项目预测需要耗时2年来完成。目前，波音公司已经着手对现役 P-8 进行返厂升级，预计将会在明年年初完成包括加强机身结构和改进电气设备在内的一系列升级。
总的来说 ，P8 原本的配置就已经属于世界最先烈的水平，如今还能够实现火力升级，美国海军的实力将会再上升一个层级。7月4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对外宣称，在过去24小时内，美军已经摧毁了红海上2艘胡塞无人艇以及附近的一处胡塞雷达站。据悉，自2023年10月新一轮的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开始在红海水域频繁袭击与以色列有关联的船只。这些雷达站和无人艇严重威胁到了该地区的美军联军以及商船。美军表示，为了能够在附近海域实现自由航行，这才决定清除邻近的胡塞武装。据日本读卖新闻7月2日报道，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日本制定了一项关于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的基本方针。这个基本方针主要划分为7个领域，分别为探测和识别目标、搜集和分析信息，为操作者提供信息判断，对战事进行必要的分析预测，控制无人机，提高网络安全，提高事务效率。此次日本特意强调要利用 AI 技术彻底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可见是信心十足。据悉，2022年日本自卫队已经达到了无人可招的地步，缺口将近2万人，征召部门被迫在各大高校进行公开招募，还把自卫队列为职业选择之一。如今2年时间过去，日本老龄化问题愈发严重。与正常人类相比， AI 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它主要依靠逻辑算法来执行程序命令，要比人工更快，错误率更低，并且可以24小时不间断执行任务，还不需要对其支付劳动报酬，极大程度地提升了人力资源效率。但是 AI 的缺点也很明显，它的功能越强大，所需要的研发成本就越昂贵。虽然 AI 不需要工资，但是它需要维护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日本已经确立有关 AI 计划的基础方针，但却明确表示不会开发没有人类干预的自主性武器。日本认为 AI 并非万能，在武器方面必须要确保有人为干预。据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代表透露，7月5日，印度国防部收到了一批由俄罗斯印度合资企业生产的3.5万支 AK-203 突击步枪。AK-203 是专为印度陆军量身定制的步枪，重3.8公斤，长度在880到940毫米之间，属于 AK-200 系列的变体，配备 7.62 x 39毫米弹药，射速每分钟约700发，有效射程在400到800米，保留了 AK-47 步枪的可靠性和易维护性。印度和俄罗斯合资生产 AK-203 突击步枪的事，从2023年1月就开始了。据俄罗斯国防产品出口公司透露称，这家合资企业印俄步枪私人有限公司于2021年底成立，职责就是为印度军方提供武器，其目标则是在未来实现印度步枪生产的100%本土化。俄罗斯国防产品出口公司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米赫耶夫表示，所有必要的设备均已交付给科瓦军械厂，这使得在约定的时间内生产并向印度国防部交付一批 AK-203 突击步枪成为可能。甚至其在去年一份声明中还称赞了莫斯科和新德里之间的可靠的伙伴关系，双方的合资企业有能力向第三国出口其产品。7月7日，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萨汉德号巡防舰在其母港阿巴斯港维修时意外沉没。图片显示，萨汉德号已经向左翻覆，仅右舷的一部分还在水面。伊朗官媒 IRNA 已经证实了这件事。至于萨汉德号沉没的原因，稍微有些离谱，水箱进水导致船身失去平衡。在伊朗海军中，萨汉德号算是比较年轻的军舰，船龄仅12年，2012年下水，2018年12月1日投入服役，属于穆奇级的3号舰。萨汉德号入役后又进行了现代化改装，加装新型 AESA 雷达、中程防空导弹和双倍数量的反舰导弹，作战能力大幅度增加。不过结果也很明显，伊朗对该船的改装过了头。
加装相控阵雷达会影响军舰的重心高度。萨罕德号的沉没原因很可能就是在造船厂维修时，左右水箱没有配平，导致其失去平衡倾覆。这已经不是木器级巡防舰第一次出现故障了。2021年的时候，木器级巡防舰塔拉耶赫号在建造过程中在干船坞意外倾覆。7月6日，英国海军钻石号驱逐舰结束红海部署，返回母港普茨茅斯。为了配合美国在中东的行动，英国在2023年12月将45型驱逐舰钻石号派遣至曼德海峡与亚丁湾一线。12月16日凌晨，钻石号第一次发射舰空导弹，成功击落一架无人机。这是45型驱逐舰紫苑导弹首次投入战斗。此后，钻石号加入153特遣部队，开始执行繁荣卫士行动。在红海巡逻的这6个月里，钻石号一共拦截了9架无人机与导弹，单在1月9日的一个晚上就击落了7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4月24号，钻石号拦截了一枚反舰弹道导弹。在执行期间，钻石号也曾返回直布罗陀进行补给。2024年2月10日，历经近2万海里航程后，钻石号返回地中海门户直布罗陀，在那里进行弹药补给与人员休整。2024年3月，钻石号返回红海。有意思的是，2024年6月的时候，胡塞武装还宣称通过饱和式打击成功击中钻石号。只是就钻石号返回普茨茅斯的图片来看，这与胡塞武装之前宣布击中艾森豪威尔号一样，只是一场闹剧。7月7日，俄罗斯卫星社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宣称，使用伊斯坎德尔在敖德萨摧毁2套爱国者防空系统与长颈鹿雷达站。按照俄防空反导部队司令谢苗诺夫的说法，爱国者不仅无法掩护所防御的目标，也无法保卫自己。俄罗斯发布的战绩，相信各位都懂，掺的水有1点多。乌克兰空军司令欧勒什丘克在7月6日就已经表示，俄军在7月3日使用伊斯坎德尔导弹击毁的米格29，实际上是乌军制作的模型。这次的击毁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也是如此。这种被动防御措施，乌军不是第一次做了。就比如之前的海马斯，俄军击毁的海马斯数量比乌军拥有的都多。好了，本期资讯就到这里了。你们觉得波兰在给出协助拦截导弹的承诺之后，还需要多久才会正面参与俄乌冲突？面对波兰的动作，俄罗斯又该做出怎样的回应？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